iPhone 17 Pro 全新望远长焦，官方说有8倍光学品质，实测给你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来，这个就是这次入手的宇宙城 iPhone 17 Pro，我是买256G 哦。那接下来就一边开箱一边跟大家闲聊一下。如果比较常看我的节目的朋友，应该可以观察到，其实我很少做 iPhone 开箱的评测哦。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就是我平常用的手机大部分都是 Android，不少朋友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不用 iPhone 呢？当然就是用了 iPhone 之后，很容易被制约，接下来就会一直使用 Apple 产品啊。但是 Android 手机却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无论是三星、vivo、小米都很好玩。更重要的是，拍照功能非常的强大。那这次为什么会入手 iPhone 呢？当然就是 iPhone 17 Pro 的拍照感觉有进步了，所以就买一支来玩玩，顺便分享拍摄的实测给大家哦。那其实这次的 iPhone 17 Pro 的相机模组被不少人嫌弃啊，但我个人感觉是其实还蛮好看的，至少辨识度上是比较高的。那相机模组的边缘衔接也做得不错，最重要的是放在桌面上就不会像跷跷板一样，感觉有质感多了。好，开箱完了，前面胡乱了一堆，正式进入实测环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散热。这是 iPhone 17 Pro 系列使用一体成型的铝合金，还有 VC 散热，效果真的很好吗？我们直接拍摄 4K 30fps， 录制10分钟的影片，来看一下散热的表现。那测试前的环境温度跟机身的温度都是29.2度，那机身量测的位置是在 Apple logo 的位置啊。那录制10分钟之后，环境温度已经提高到30.1度哦，今天天气真的蛮热的。那机身正面荧幕的部分是38度左右，那机背的 logo 处是36度，镜头模组也是38度左右。那整体只有微温的感受。那这次加了 VC 还有一体成型的铝合金边框啊，我觉得散热效果的确是比较好一些的哦。这是 iPhone 17 Pro 还有 Pro Max 的相机规格完全相同，处理器也一样。依照常理来说，拍摄品质一定会是相同的。iPhone 17 Pro 3个镜头的规格直接列给大家看哦。拍照实测部分就从大家最期待的望远镜头开始看起。这是 iPhone 17 Pro 采用4重反射临近望远镜头，也就是所谓的潜望式镜头，有着4800万像素，光学焦距是4倍，也就是100mm。这个焦距底下日拍的色彩，我觉得蛮饱和明亮的，细节部分也非常的优异，完全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哦。那夜拍的部分细节也不错，画面如果是整体比较暗的环境底下，会直接拉亮画面。不过在光差比较大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暗部拉亮的感觉啊。另外啊，整体拉亮的部分并不是每一次快门都会触发，这个有点奇怪啊，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不是 bug 哦。那接着就是我也很好奇的8倍，也就是200mm 的焦段，官方说这个是光学焦距哦，那后来有修正成光学焦距品质哦。那其实要这样说也是没有问题了哦，只是在100mm 底下哈，是可以用像素4:1的技术啊，让感光面积变大。那预设解析度是2400万像素，但200mm 就是直接用上感光元件中间部分拍摄，预设的解析度是1200万像素，夜拍能力上就让我比较好奇了。我们现在看一下日拍。光线充足底下，真的有光学焦距的水准，整体的细致度表现还不错。在暗部呢，是稍微有看到一些杂讯哦，不过处理的我觉得算不错的哦，画面算是干净的。那夜拍的部分，有光线反射充足的场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细节也还可以。但是暗部的杂讯其实有点高哦，这个我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哦，如果是在整体都偏暗的环境底下，细节锐利度其实也会下降蛮多的，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些模糊的存在哦。所以在夜拍部分就是要看一下场景。那 iPhone 17 Pro 最大的数位变焦是可以到达40倍，那测试时会用10倍、20倍、30倍、40倍进行实测。那日拍的部分啊，10倍基本上跟8倍表现并没有差异太大，是完全可以用的啊。那20倍的话就会有一点数位放大感，但是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哦。那30倍以上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清晰度，但基本上就是拍摄资讯使用啊，没有什么拍摄作品的可用性哦。那夜拍部分10倍也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了哦。那也当然是要看场景，不过在20倍以下哦，所有的环境底下都会让你感觉到细节比较不足的状况哦。所以这个20倍以上，大家就是考虑的使用。所以长焦的能力部分，日拍的话就建议不要超过20倍，夜拍的话建议以10倍以内比较安全一些。
那拍演唱会到底行不行呢？这次我拿到手机的隔天就直接在高雄参加 Gogoro 的活动，那上面刚好有艺人演出，所以我就直接实测给大家哦。在距离舞台大概30-40公尺左右的距离，舞台灯光呢并没有太复杂的环境底下，我用20倍进行拍摄。我拍摄结果看起来，只要主角不要太活泼，不要动来动去的话，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不过这部分之后会有跟其他的旗舰机比对哦，就请大家期待之后的 PK 咯哦。那大家应该还是会很好奇长焦跟其他手机的对比，那这边就直接比 vivo X200 Pro 还有 Galaxy S25 Ultra 的日拍、夜拍8倍焦距，各放一组，先给大家参考一下哦，让大家自行去比较一下。那之后会有一集专门来聊这2款手机的拍照比对哦。好，接下来看一下主镜头，这也是最没有问题的一个焦距这个镜头是24mm，主要要负责24到100mm之间的焦距，因为在望远长焦部分降到4倍所以主镜头要 cover 的范围就比较小一些。我觉得这是对主镜头的负担来讲是小很多的哦，至少在4倍的时候原本最糟糕的一个焦距现在有了长焦镜头来 cover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整体感觉应该会好很多。那测试部分会用1倍、2倍还有3倍进行实测。那1倍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日拍跟夜拍表现一定非常好。那色调会稍微比较暖一点点，色彩我觉得算很讨喜的细致度放大部分还是维持很好的水准。夜拍部分虽然细节也不错但遇到光差太大、发光源的面积又比较小的状况底下，它就好像是没有特别控制光源直接就给它过曝整个在光线控制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那2倍跟3倍的部分会以部分的感光元件进行拍摄，也就是拍摄照片是用1200万像素那2倍在日拍、夜拍的细节，我觉得都不错，是可以直接当成作品使用的画质。夜拍部分在暗部纯净感也算是蛮好的并没有明显杂讯的出现。那有趣的是夜拍底下，当发光物体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原本在1倍会过曝的物体，现在看起来就好多了那另外，虽然在部分场景还是会有光斑出现，但比起之前频率呢，出现的频率是要小很多的。感觉在镜头看反光的镀膜上，或是演算法上有加强许多啦。那3倍部分画质我觉得是堪用，但是在边缘的锐利度上就没有2倍那么优异了所以拍摄作品的时候，你如果要用3倍，不如直接拉到4倍，用光学焦距会比较好。超广角部分，我先说一个比较特别的虽然相机的界面上标示的是0.5倍，但拍出来实际的数据是14mm，大概是0.6倍左右那这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日拍部分，色彩的调性跟主镜头几乎完全相同，细致度上我觉得也没有话说，只要不要过度放大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夜拍部分虽然整体画质还可以，但夜间的噪点是比主镜头高一些的。那光差太大的场景底下，表现其实跟主镜头很像高光抑制上同样比较没有办法做控制。那建议大家拍照的时候可以手动调整 EV 会比较安全，或是避开类似的场景。那超广角部分也有支援微距功能，这边就分享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对了，我们讲到色彩一致性的部分，前面有提到主镜头跟超广角的色彩一致性是非常的高那但长焦镜头的调性跟其他2个镜头的落差其实有一点点大，它会比较偏冷一点，但是主镜头跟超广角就比较暖一点那这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晓得这个部分会不会以后会不会修正？录影的部分，日间拍摄表现非常的好，我认为拍摄时只要注意不要离光学焦距太远，都有非常好的画质那在行走之间的拍摄也相对的稳定。那夜拍的部分，超广角拍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无论是画质或是稳定度上都不错。主镜头的部分，光斑跟耀光其实有点严重这跟在拍照的时候体验有点不太相同。我不太确定这是演算法、即时演算法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那望远镜头部分，在比较暗的环境底下，隔放感有一点严重那这个可能之后演算法也要做一些修正。另外，如果在夜间拍摄需要连续变焦的时候，要注意镜头切换间的光差其实有点大以现在的版本来说我建议直接固定在同一个焦距底下拍摄会更稳定一些。舞台演出部分，距离30到40公尺，用15倍进行拍摄，其实无论收音或画质，我觉得都还不错。这边就直接分享萧煌奇跟大霈在台上讲话的画面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这样子很就
就是感觉就是新郎新娘跟大家敬酒，因为大家板得嘛，对不板对？凳，一板凳啊，对不？哎，好，来，准备好了没？啊，好，来，1、2。整体来说，拍照部分在长焦的表现，我认为是在水准之上。Apple 所说的8倍光学品质，对我来说是很可以认同的哦。那录影部分，日拍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夜拍就有一点小失望。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版本的问题，主镜头的光斑跟耀光真的会让人蛮泄气的。不过这期节目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哪些情况底下可以拍出画质不错的照片跟影片，并且善用器材的优点并避开缺点，就是拍出好照片跟影片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啦。对了，之前有问卷调查问大家说想要看 iPhone 17对上哪一台啊？所以目前最高票是 iPhone 17 Pro 对上 S25 Ultra， 那第二高票是对上 X200 Pro 啊。因为 PK 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目前素材我快准备好了，就请大家再稍等我一下咯以上就是 iPhone 17 Pro 的相机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